重生回来，我避开了和迷彩的每一次交集。他调任到南部工作，我就申请了西北大学。他在南方买好婚房，我则索性在北方定居。只因前世他的白月光为了他一辈子孑然一生，他觉得亏欠，便偷偷的和他领养了一个孩子。就连我和他的孩子都被他们感天动地的爱情打动，和他们成了一家人。将结婚报告拿回来后，我终于松了口气，没人知道我重生了。在结婚报告递交上去的最后一刻，我赶了过来，并且以家庭信息写错为由把报告单拿了回来。书记很是奇怪，你们一个上午来交报告，下午一个来拿回去，这是不想结了？我不想节外生枝，便摇头道：信息填错了，改再拿过来。书记这才松了口气，让我改好了尽快拿过来交给他。我点头。出来后，结婚报告被我直接丢到了垃圾桶。这一辈子我和迷彩都不可能结婚了。前世迷彩虽然打了结婚报告，对我的态度却越来越冷淡。我以为他的性格就是这样，便也没有放在心上。没想到到我快要入土了，我才知道，原来他的身边一直有方圆这么一个白月光的存在。他为了他一辈子没娶妻，终于在迷彩40岁这年，他被方圆打动，和他一起领养了一个男孩。后来就连我女儿也被他们纯粹的爱情打动，偷偷背着我和他们来往。如果不是我弥留之际女儿说漏了嘴，说这下他妈妈和方叔终于熬出头了，我还一直被蒙在鼓里。那时候的我才知道，原来这一辈子我就是一个笑话。原来迷彩的冷淡和他每一次调任都是有缘由的。无他，只因为方圆，他的每一次调任和我都天南海北。结婚60年，我和他真正在一起的日子加起来恐怕还不到1年。但是相反的，他走到哪里方圆都跟着。方圆甚至在后来成了他的私人医生。对于方圆的痴情和默默陪伴，他觉得亏欠，便默认了和方圆一起收养了一个孩子，也默认了方圆的孩子喊他妈妈。就连我女儿也盼望着我早点死，好成全这对苦命鸳鸯。回到家，我看到老旧屋子面色复杂。前世1个月后，我和迷彩便是在这里结的婚。婚后迷彩调任南部军区，我想跟去，他却说那里条件艰苦，劝我留了下来。之后我便在这里生活了30年。而我不知道的是，就在迷彩调任南部军区之后半年不到，那个叫方圆的便跟了过去。从此两人天涯海角，开始了一生的纠缠。可笑的是，我还怕迷彩自己一人在外没有人照顾，想要陪着他一起，可他却次次都拒绝。于是就这样，他在外有蓝颜知己陪伴，而我这一生却为了他从未走出过这片土地。回到家里，迷彩还没有回来。我一回到家里，便在房间抽屉里的最下面一层找到了我的录取通知书。前是因为结婚后迷彩调任南部军区，丈母娘又在1个月后无故晕倒一次，家里需要有人照料，我便放弃了去西北读书的机会。这一直是我上一辈子的遗憾。我妈撒着录取通知书，看着上面我的名字和学校大红色的钢印，差点掉下泪来。我记得前世那时候我已经到了弥留之际，方圆却和我女儿一起来看我，似乎是知道我活不长了。方圆便日日过来，只是无人时他就露出了真面目，说出的话直戳我的心窝子。你霸占了丈夫的位置又如何？这一辈子陪在迷彩身边的一直是我，你不过是迷彩照顾老人孩子的免费保姆，我还要感谢你替我养出了一个好女儿。方圆絮絮叨叨地说着，悲哀的是我甚至连骂他的力气都没有，还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女儿待他如亲生父亲一般。甚至在我终于要咽气之时，女儿松了口气，说出方叔总算是要熬出头了这句话。我小心地收起了录取通知书，往事不可追。做晚饭时，迷彩才满身疲惫地回来，我看到他身上湿漉漉的，才忽然想起前世的这一天。因为我知道迷彩把结婚报告提交了上去，我便去买了不少的菜等他回来庆祝。很晚之后他才回来，回来的时候他也是浑身都湿透了。我曾很是担心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可迷彩只是淡淡的什么都没说。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方圆不知怎地掉到了河里，是迷彩救了他。我嗤笑，结合上辈子的事一想也知道，应该是方圆知道了迷彩递交结婚报告这事，所以心灰意冷，以死相逼。这也就能解释得通，为什么前一世迷彩这天对我冷淡得很。想来是把方圆跳河这事归咎到了我的身上，可是我又何其无辜，说要结婚的是他，打结好报告上去的是他，可我承诺会一辈子待我好的还是他，可到头来我却成了那个棒打鸳鸯的人。所以在看到迷彩再次浑身湿透的回来之后，我只是收回了视线，并没有像前世一样忙前忙后的烧水伺候他，而是淡定的继续炒我的菜。迷彩没有热水可以洗澡，只能默默的去换下了身上的湿衣服。吃饭时他便打起了喷嚏，我只当没有听到。晚饭后我正在厨房洗碗，却看到迷彩烦躁的在客厅里来回走着，最后忍不住还是拿了外套，丢下一句我出去一下，便匆匆的出了门。我抿了抿嘴，在墙上发黄的旧海报上郑重的写下了一横，只要写满2个正字，我就能离开这里了。迷彩是快天亮才回来的，我在另一个屋里听到他刻意放轻的步调，只做不知。第二天起来，我以为迷彩已经去上班了，正准备去买火车票，却听到他屋里传来咳嗽的声音。我吃饭的手一顿，只当没听到。这个时候的火车票不好买，单排队就要排老长的时间了。可是这张火车票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我必须早点买了才能心安。正打算出门，却听到门外传来敲门声。我奇怪地打开屋门，却见年轻时的方圆面色苍白地站在门外。他飞快地斜了我一眼，然后低着头不安地小声道：云墨，我找迷彩姐。他这个姿态，任谁看到了也都会觉得他和迷彩不干不净。但我现在没空陪他演，我没有关门，直接越过他下了楼。我拿着钱骑着自行车出门，凭着记忆又一路上问了好几个人，这才在快10点的时候赶到火车站。现在是放假期间，火车站来来往往的人挺多的，排队买票的人也很多。我选了一条人相对较少的队开始排队，一直到快中午人家要下班才终于轮到我。只是轮到我时，我要去的地方已经没有坐票了。我毫不犹豫地掏钱买了张时间早的站票，买到票后小心地把火车票贴身藏好，我这才骑车往回赶。我原还担心看到一对苦命鸳鸯互诉衷肠的场景，可一打开却发现迷彩坐在客厅，并且他的房门好像特意打开的一般大敞着。见我回来，迷彩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我却扭头进了厨房。刚好有点饿了，做午饭吧。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察觉到迷彩似乎一直想开口解释什么，但我一直没说话，他好像也就忍下来了。终于他还是忍不住抬头看我。云墨，刚才我扒着自己碗里的饭淡淡道：吃饭的时候别说话。迷彩一噎，嘴里的话吞了下去。我在心里冷笑，以前我和他在一起都是我在说话，可是他在面对我刻意挑起的话题之后，总是淡淡的没什么反应，不然就是说吃饭的时候不要说话。以前我还觉得自己教养
养不够好。只是到后来我才明白，不对的人，只要你开口就是错的。尼采最终想要说什么，我并不在意。吃完饭后，我便回了自己屋子，把定下婚事后准备的东西都整理出来，找了个大袋子，默默地把东西都装了起来。表妹的婚事在年底，刚好舅舅家里条件不太好，这些东西毕竟也是花了不少钱准备的，丢了实在是可惜。我便把东西都装了，准备明天都拿过去给表妹。衣服什么的，我拿一个破麻袋装起来。等尼采出门后，我直接拎着麻袋一路走回家。我妈看到我还以为我和尼采闹掰了，为了不影响我之后去读大学，这时我只能暂时先瞒着，只说这几天要添置很多新衣服，这些没地方放，先拿回来。我妈这才松了口气，否则如果让我妈知道我准备和尼采退婚，只怕她会拿刀追着我砍3条街。我爸妈和尼采爸妈在同一个国营单位上班，我和他也算是从小就熟识，只是尼采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小时候成绩好，大了工作好，长相也是我们这一等一的。我妈本来就一直挺喜欢尼采的，后来又没人给我介绍对象，尼采爸妈知道后便一拍手，觉得我和尼采也挺合适的。一开始因为尼采长得好，工作也好，所以我还以为他看不上我，却没想到我妈几天后回来，兴奋地和我说尼采对我其实也挺有意思的。我这才和他慢慢地接触了起来。接下来的半年，我们的关系突飞猛进，直到1个月前，双方的父母把我们的婚事定下。当时我妈就说了，尼采这么好的媳妇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了，让踩了狗屎运的我一定要紧紧地拽紧她，否则她要我好看。说实话，刚和尼采在一起时，我是晕乎乎的，我从来没想过她能成为我的妻子。偶尔我也能感觉到尼采在面对我时走神，但我还以为这是他因为工作忙，却未想过在我不知道的另一面，尼采其实在还未结婚之前就一直在我和方圆之间游离。可能只是因为我适合，也可能是因为我是双方父母都认定的，所以他才最后选择了我。其实到现在，我和他之间就差一张结婚报告的事，因为之前我高考，他为了方便照顾我，便让我先搬了进来，而现在结婚报告也被我拿了回来，我和他的事当然也就到头了。从我家里出来，无事一身轻的我难得的有了悠闲的心思，在街边买了一根冰棍，慢悠悠的逛了回去。在快要到家门口时，我忽然被一男一女的身影吸引了视线。尼采姐，你别，我不能要的。方圆的声音似乎带着哭腔，尼采一手推着自行车，另一只手却强硬的把手里的钱塞到了他手里。给你，你就拿着，这些钱我留着也只是随意的花了，给你还能当大半年的生活费，这更有意义。两人推搡间，方圆似乎看到了我，他下意识的挡在了尼采面前。我们真的没有什么，你不要误会，是我不要脸缠着迷彩姐的，你要怪就怪我吧。面前的男人面色蜡黄，却带着视死如归的坚毅。他没有看到被他下意识的护在身后的尼采，正面色惨白的看着我。我面无表情的从他们面前越过，根本没看他们一眼。真是晦气，连走个路都能看到不想看的人。回到家没一会，尼采也推开门走了进来。他看到我，清冷的面容终于有了点其他的表情。云墨，你听我解释。我淡淡的看着他。好啊，你说。而事实是，不管他说什么我都不会在意。不过他看我没有暴怒，还能沟通的样子，终于下意识的松了口气。我就知道你不会胡思乱想的。我心里冷笑一声，他看起来好像组织了一下语言，才诚恳道：事情不是你看到的那样。我淡淡的看着他，没说话。有一次我受伤了，去医院的路上遇到他，是他帮我包扎了一下，又陪着我去医院。他小心的看了我一眼，继续道：之后的几次我去医院换药，都那么巧遇到他。听说他家境不太好，我就想着先帮帮他。太过多的巧合就是蓄意了。我不觉得迷彩作为一个成年女人会不明白，不过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罢了。所以用那些钱买我们结婚用的东西，就是不值得，给他花就是更有意义。虽然已经不在意了，但我还是在说话时忍不住刺了他一句。尼采面色一变，有点狼狈。我不是那个意思。是不是那个意思他自己心里清楚，而且对我来说都没什么区别。我想了想，诚恳道：其实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还可以退婚？我忍不住道，因为如果他提出来退婚，最起码我妈不会和我一哭二闹三上吊。再说他前一世也是在递交了结婚报告之后，便对我越来越冷淡，想来也是后悔的。如果现在可以退婚，不管是对他对我，其实都是好事。哪知尼采听了我的话，却眉头一拧。结婚是儿戏吗？怎么可以说不结就不结？我是女同志，你让别人怎么看我？你这样的思想是不对的。停，我知道了。我伸手投降，实在是不想再和他纠缠，便直接回了自己屋子。这个时间听他说教，我还不如静下心来好好的想想，接下来买哪一只股票可以让我赚得盆满钵满。至于钱，只能先把我爸妈给的钱拿出来用了，因为我爸妈对迷彩很是满意，所以这次我们结婚，我爸妈几乎是把大半辈子的积蓄都给拿了出来。我拿出箱子，把这些钱都拿了出来，找了条帕子小心的包了起来，还回去是不可能的，就当我的启动资金好了。到时候我妈如果和我闹起来，我就把钱拍到她面前，我想看在钱的面子上，她应该不至于生很大的气吧。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第一时间便在旧海报上添了一笔，再过8天我就可以离开这里。你在写什么？身后忽然传来迷彩的声音，我吓了一跳，转头一看，却见是迷彩正站在我身后。他疑惑地看着我。你在报纸上写什么？他离我很近，说话的气息拂过我的耳背，我颤了一下，赶紧跳开了一些，怪恶心的。我原本想糊弄过去，但看到他好像还在固执地看着报纸，我只能胡乱地编了一个理由。我在计算你结婚报告交上去几天了。我说的话不知道哪里取悦了迷彩，他原来疑惑甚至带点不安的神情忽然放了下来，他松了口气，把背在身后的手放了下来，手里是一个四四方方的丝绒盒子。打开看看。迷彩有点期待地看着我，其实就挺奇怪的，我上辈子和迷彩结婚50年，甚至养大了我们的女儿，送走了4个老人，可他却从来没有给我买过任何礼物。我双眼落在丝绒盒子上，莫名的有点讽刺。怎么啦？打开看看呀。迷彩又催促了一句，我深呼了口气，把东西推了回去。你把东西拿回去，等结婚报告批下来的那天再给我吧。我淡淡道，只是要等结婚报告批下来，这一辈子都不可能了。我嘴角勾了起来。迷彩看着我手里的盒子叹了口气。好吧，那我就先收起来，等结婚报告批下来那天再给你。不得不说，我可以看得出来，迷彩是有点失望的，毕竟自己满心期待的送礼物，可对方却看都不愿看。
看一眼，确实是有点伤人的，但是那又如何？比起潜意识他对我的隐瞒和伤害，这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而已。尼采吃完早饭便要出门，临出门前和我说傍晚他早点回来，我们一起去看电影。我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只是看着他出了房门。尼采走后，我回我屋里把昨天收拾好的东西搬了出来，并且在客厅留了纸条，就说我要去舅舅家几天。等我坐着班车到隔壁镇上，已经是中午了。舅舅舅妈不知道我来，看到我背着一个大包裹进门，忙放下了碗筷迎了出来。外婆看到我更是心甘肉的抱着我不撒手。其实我见到前世早逝的外婆也是很高兴的。外婆只有2个孩子，对于我的偏疼比几个表姐妹多了很多，所以这次回来，我除了把昨天收好的各种结婚用品带回来之外，还给外婆带了不少的补品。大家说了一会话，舅舅便偷偷的去抓了一只鸡来杀。我知道阻拦不了，只能随他去了。舅妈看到我背着的东西，还以为我逃难来的，哪知道我一打开，她看到里面的东西，半天都说不出话来。我笑着对几个目瞪口呆的人道：“这是我妈让我拿回来的，你们要谢就谢我妈去呗。”反正到时候我走了也要承受一次我妈的怒火，债多不压身嘛。我有点心虚的对自己道。一听是我妈让带回来的，他们才松了口气。不过我舅妈还是有点不安，主要是这东西太多了。不过我外婆倒是看得开一些，只见她大手一挥：“这有什么？侄女结婚这点东西还送不得了，收起来，收起来。”我在外婆家里过得很是舒心，晚上和表妹坐在屋里听她吐槽八卦，白天便等着外婆给我做各种好吃的。舅舅舅妈没有正式的工作，舅妈在厂门口卖点烤地瓜之类的，我舅舅则大部分都在打零工。这天我帮着舅妈在街卖地瓜，看到隔壁摊位卖发饰发夹的生意不错，便问舅妈怎么不去卖那个，哪里知道舅妈看了只是摇头，说她没有货源，再说进货也应该要不少钱，还要成天被人追着来赶着去的，她不敢。我想了想，暗暗的将这事放在了心上。前世舅舅舅妈一辈过得都很苦，早早的便生了华发，但是他们对我却一直都很好。这一次回来，如果可以，我一定要帮他们脱贫，甚至未来成为万元户也不是不可能的。知道舅妈的观念后，我便有意无意的在她面前说，摆摊怎么好怎么赚钱。在我日日的念叨下，舅妈这几天总会不自觉的去观察那些摊位的生意，慢慢的也会问我一些，是不是摆摊真的比卖烤红薯赚钱之类的。我知道舅妈这是动心了，接下来便是等机会，如果找到货源，想来舅妈也不会再抗拒去摆摊了。从外婆家回来已经是1个星期之后，这次我是有意的在外婆家待1个星期的，毕竟等我去了外地读书，再想要和他们相聚就没有那么容易了。而这几天我也天天去隔壁摊位买东西，总算从那个大姐的口里套出了进货的地方，又和舅妈表妹一起去进了一批货回来卖了2天，我这才放心的回来，放好从外婆家拿回来的东西，我便一头扎在了床上。醒来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刚出房门便闻到了一股饭菜特有的香味。我正想说话，却看到厨房2人说说笑笑，我好整以暇的靠在房门上看着2人，所以当方圆端着一碗菜出来，看到靠在房门上的我时，便尖叫一声，手里的盘子掉在了地上。尼采心急火燎的冲了出来，却在看到我的那一刻面色变得惨白。安静了一会，我不得不出声道：“两位好兴致，需要我回避吗？”尼采这才回过神来，下意识的退了一大步。方圆略带不甘的看着我：“你怎么回来了？”我觉得好笑。怎么，我回这里还需要和你报备吗？我的话音刚落，方圆便退后了2步，嘴唇颤抖着：“我不是这个意思。”不等我说话，尼采便又皱起了眉头：“你说的什么话？我不过是看他一人在这边读书，没有人照顾，而且你不在家，我一个人也吃不了多少，这才叫他过来一起吃。你别闹！”看着下意识的挡在方圆面前的尼采，我毫不犹豫的一巴掌扇了下去。尼采愕然，似乎从没想过我会和他动手。透过他，我看到方圆嘴角勾了起来，面带挑衅的看着我。我冷笑一声，在2人的目光下拿起桌上的笔，一笔一画重重的在旧海报上把漏掉的笔画全部补了上去，还差最后2笔，也就是后天我就可以离开这里了，再不要看到这堆让人恶心透顶的东西。方圆走后，尼采看着我记下来的证字，只觉得怪异无比，说不出来为什么，但是总觉得很违和。他下意识的朝我看来，云墨，我面无表情的转头看他，有事。尼采顿了顿，我和方圆真的没有什么。我并不想和他多说什么，拿起筷子吃饭。尼采见状也沉默了下来。饭后他看我在收拾从外婆家带回来的东西，忽然道：“对了，云墨，怎么你屋里的东西少这么多？我看你原来不是准备了很多结婚的东西吗？”见我没说话，尼采似乎莫名的慌了一下。我是想着我们的结婚报告已经交上去了，这屋里也可以慢慢的布置起来了。我看你之前已经买好了窗花和贴纸，你拿来给我，我先贴起来吧。我嗤笑：“贴鬼啊贴，要贴去我表姐那里拿吧。”不过为了不想和他扯皮，我只能道：“还早，过几天再说吧。”尼采见我说了话，以为这事就过去了，很明显的松了口气。第2天起来，尼采竟然做好了早餐，吃完之后并没有自己出门，我没有搭理他，而是拿起桌上的笔郑重的又记了一笔。真好，最后1天了，明天早上6点我就可以离开这里了。尼采看我虔诚的记着，笑着道：“放心吧，结婚报告应该很快就可以批下来了。”我没看他，开始收拾起碗筷。你今天怎么还不走？尼采笑看着我：“我是想着马上就要结婚了，我们一起去买点衣服吧。”我收拾东西的手一顿，他这话提醒了我，我马上就要去读大学了，是该买2身新衣服开始新的生活了。我回房拿钱，见我没有拒绝，尼采这次下意识的松口气。只是这个衣服终究是没有买成的，因为我们一出门便看到了靠在墙根下的方圆，看起来他似乎守了一夜。尼采大惊的推了推他，方圆睁开眼看到我们一起要出门的样子，他下意识的站了起来看我：“云墨哥，对不起，昨天我……”方圆眯着眼看我一眼，忽然眼睛一闭往尼采的方向倒去。尼采面色一变，抱着人摇晃了起来。我默不作声的蹲了下来，在方圆的人中上狠狠的按了下去。方圆轻轻的抖了一下，却强忍着并没有醒。我不得不佩服方圆的定力，看我好像还想再来一下。尼采抱着方圆的手顿了一
一下，然后避开了我的手。他营养不良，外加贫血严重，我送他去医院。迷彩扶着方圆头也不回的跑了出去，我也关上门，不紧不慢的跟了过去。看着迷彩在医生离开后，开始面色紧张的守在床头。我走了过去，迷彩看到我，顿了一下，皱起了眉。你怎么来了？我细细的看看这床上的人，其实方圆长得并不算帅，而且因为营养不良的关系，他看起来瘦弱且有点刻薄相。我又抬头看迷彩，或许他就喜欢这个调调的。迷彩被我看得下意识的避开了眼睛。我淡淡的看着两人开口，你交结婚报告那天，他跳河了。可能是我的话太过劲爆，不仅床上的人剧烈的抖动了一下，就连迷彩也下意识的站了起来，身后的椅子被他带倒在地。他下意识的说了一句什么？我又道，你把原本要拿来给我们买结婚用品的钱给他，说给我买就是随便花了钱，给他却可以当生活半年费。你在我外出的几天，把他带回家来登堂入室。迷彩嘴巴动了动，我抬手阻止他开口，然后我转头看向床上的方圆。你明知道他装晕，还是准备在这里陪一个晚上？我不信在军队长大的迷彩会连装晕都看不懂，不过是郎有情妾有意罢了。你如果不想结婚，可以退婚的，但是你不能这么作践我。我淡淡的看着两人再次道，听到我说退婚，迷彩这才慌了。不，我不退婚。我看了眼床上的人，这时候竟然还装得下去，也是忍者神龟了。但是如果不是他能忍，前世也得不到迷彩。迷彩还在说，我就是可怜他而已，他家里没有其他人了，我看他连吃饭的钱都没有，我这才想着能帮就帮一把，大家都是同志，应该互帮互助的。迷彩声音有点大，似乎想要极力的说服自己。我看到床上那人眼角的眼泪掉了下来，啧，我摇头，随便你吧，我先走了。我走到门口，迷彩的声音在身后传来，你先回去，我等下就回来。我当然不会把他的话放在心上，我去买了2套新衣服，又特意去等我爸妈下班，一起去饭店好好的吃了一顿。到了晚上我才回到了住的地方，屋里该收的东西已经收好了，该送的也都送走了，只是一直到11点多，迷彩也没有回来，而我已经写好了寄往方圆学校的举报信，就当是前世他辛辛苦苦在我床边陪了我几天的谢礼好了。至于迷彩，碍着双方父母的关系，我只能罢了，退婚是要退的。我把这段时间他和方圆的纠缠都写了下来，并且连夜去投了信箱，想来明后天我妈就可以收到信了。第二天一早我起来洗漱后，再次站到了旧海报前，小心添上最后一笔，然后我拉提着包袱，头也不回的离开了这里。火车上过了半天，我才终于补到了坐票。看着站台上来来往往的人群，我知道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将开启他们新的旅程，而我也一样，我就这么消失在了迷彩的生活里。屋里的东西都不见了，甚至我没有给迷彩留下只字片语，要说有也是有的，那就是屋里海报上的那2个正字。迷彩到现在才知道，那不是我记录结婚报告提交上去的日子，而是我要离开的日子。后来迷彩才知道，原来早在自己报告提交上去的那天，我就去把结婚报告拿了回来，甚至他家给的嫁妆，我也全部给迷彩收好了放在屋里。我爸妈是3天后才和迷彩父母一起上门的，也是那时候迷彩才知道，原来我是那么介意方圆的。可是为什么就不能给迷彩最后一次机会？我说他是装病，这迷彩怎么会不知道？所以迷彩想着等他这次出院，迷彩肯定就不会再和他联系，他不会为了方圆让我不高兴。可我竟然连这个机会都不给他，决然的离开了。迷彩哀求我父母不要退婚，他一定会让我回心转意的。可我父母却只是摇着头失望的看了迷彩一眼，他呆呆的坐在我曾生活过的地方，这里原本有我的身影。迷彩下意识的打开我原本放喜杯的柜子，却发现里头的东西也都不见了。迷彩这才跌坐在地，原来我真的早就在想着怎么离开迷彩了。后来方圆忽然找上了门，他说他被举报，学校开除了他。迷彩默默的看着他没说话，他祈求他能不能帮他，能不能暂时收留他。迷彩漠然的推开了他，怎么可能呢？我因为他走了，如果迷彩再和他有什么一星半点的关系，那么这一辈子迷彩和我都没有可能了。方圆不甘心，他知道我走了，他开始在这里纠缠迷彩，但迷彩很快就掉刃了。我已经不在这里，迷彩留下来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他还记得小时候，爸妈曾带着自己到一家人那里做客，我总是缠着迷彩，喜欢跟在自己屁股后面听他讲故事，喜欢笑着给迷彩拿来我摘的一捧捧野花。后来我长大了，没人上门说要给迷彩介绍对象，迷彩还真没有那个心思。当他听说对方名字的时候，竟鬼使神差的答应了。后来我们交往很顺利，我成了迷彩的未婚夫。可是现在一切成了一场空。调任南部军区之后，迷彩给我写信，但是我一封也没有回过。迷彩曾经偷偷的去看过我，我长高了，也更帅更成熟了，身边还有几个好朋友，但是迷彩不敢让我看到他。后来我终于要大学毕业了，迷彩偷偷的买了房子。迷彩想，如果我答应原谅他，那么自己反过来向我求婚也不是不行。迷彩期待了很久，他带着一束玫瑰花赶过去，可迷彩看到的是我身边已经站了另外一个人。后来他听说我大学毕业之后就结婚了，我妻子生了一个女儿。迷彩又听说我炒股赚了很多钱，再后来迷彩就蹉跎了一生。弥留之际，他好像看到了自己不一样的一生。迷彩看到自己和我结婚了，他看到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可是迷彩竟然又看到了方圆，看到中年的自己终于被方圆感动，默认他领养了一个孩子，默认他的孩子喊自己妈妈，又默认了此后他跟在那个迷彩的身边。迷彩还看到方圆竟然在我的病床前说了那些混蛋话，他伸出手想阻止，可是怎么都阻止不了。在一阵滴滴声中，迷彩头重脚轻的忽然醒了过来，他看到我从书记的办公室出来，手里一张纸被丢进了垃圾桶，他心里一痛追了上去。迷彩想，他一定能改变自己这一生的吧。滴滴声还在持续，滴滴声还在持续，像是心电监护仪的声响，又像是时间在倒数。迷彩猛地睁开眼，额头一片冷汗，鼻腔里是熟悉又陌生的消毒水味。白炽灯刺的人眼睛生疼，耳边有人低声说话，护士医生，还有医生压抑着的哽咽。迷彩同志，你醒了。迷彩下意识地偏过头，看到的是一张年轻了许多的脸，镜子里映出的自己，乌黑的头发，尚未爬上细纹的眼角。迷彩怔住了，指尖狠狠掐进掌心，疼不是梦，自己真的回来了，回到了我把结婚报告丢进垃圾桶的那一天。迷彩猛地坐起身，连输液针被扯的回血都顾不上，掀开被子就要下床。护士被迷彩吓了一跳，你别乱动。迷彩喉咙发紧，声音几乎劈裂。现在几点了？
护士被他吓到，下意识看了眼表，下午3点多。3点多，迷彩心脏骤然一沉，来得及，还来得及。他抓过外套，踉踉跄跄往外冲，身后有人喊，迷彩却一个字都听不进去，脑子里只剩下一句话：我现在一定已经回家了。如果他现在追过去，如果他现在追上去，是不是一切还能重来？迷彩一路跑回家属院，心跳几乎要炸开。远远的，他就看到那扇熟悉的门，门虚掩着。迷彩推开门，屋里很安静，阳光斜斜地落在旧木地板上。我坐在桌前，低着头，正在整理东西，听到动静，我抬起头，目光和迷彩对上的一瞬间，平静的让他心口一疼。你回来了。不是关心，不是惊讶，只是陈述。迷彩喉咙发堵，几步走过去，几乎是脱口而出：我们不结婚啦。话出口的一瞬间，迷彩看见他手指一顿，可下一秒我竟然笑了，那笑意很浅，却像一把刀。逃。只有一个字，迷彩心脏猛地一缩。你不问问为什么吗？我把手里的东西放进袋子，语气淡得像在说天气。没必要。迷彩忽然慌了。不是你想的那样。我知道。我站起身，比迷彩高半个头，垂眸看着他。你想说的，我前世都听过。迷彩浑身一僵，前世这两个字像一记重锤，砸得他头皮发麻。我却已经转身，背对着迷彩，声音平静的可怕。迷彩，这一次你不用解释，我也不会再误会。因为我不在乎了。迷彩张了张嘴，却发现自己发不出声音。原来真正的失去，不是争吵，不是撕破脸，而是他连怨你都懒得怨了。迷彩眼眶发热，下意识伸手想抓住他的袖子，却只抓到了一片空。我拎起包，从迷彩身边走过，风从门外灌进来，吹得迷彩整个人发冷。迷彩终于喊出声，带着自己都没察觉的颤抖。如果我从一开始就选你呢？我脚步一顿，迷彩心里骤然升起一丝卑微的希望，可下一秒我却笑了。那我会更后悔。他说，因为那样我就会浪费2辈子。门被关上，声音不大，却像彻底切断了他和我的所有可能。迷彩站在原地，久久没有动，直到窗外天色一点点暗下去，直到屋里冷得让他发抖，迷彩才慢慢蹲下身，抱住自己。这一刻，迷彩终于明白，不是我狠，是自己配不上我重来一次的人生。后来，迷彩还是调任了，去了南部，方圆也跟了过来。他以为这一次终于轮到他了，可迷彩再也没有回头看过他。他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工作上，一步步往上走。只是夜深人静时，迷彩总会想起那个年轻的身影，想起我在厨房洗碗的背影，想起我默默记下的证字，想起我头也不回离开的那天。迷彩这一生什么都有了，职位、荣誉、体面，唯独没有再遇到一个像我那样把一生都赌在迷彩身上的人。很多年后，迷彩在一次会议上听人提起一个名字，说西北那边有个企业家，白手起家，炒股起家，后来转实业，如今身家过亿。有人随口问他结婚了吗？回答的人笑着说结了，听说夫妻感情很好。迷彩忽然心口一疼，原来命运真的很公平，他欠我的这一世终于连本带利还清了。方圆一直觉得只要我不在，他就赢了一半。我走后的第3天，他站在家属院门口，看着那扇紧闭的门，心里竟生出一种胜利者的笃定。他陪了迷彩这么多年，等，终于那个碍眼的人走了。那天晚上，他拎着仅有的一点行李，站在迷彩门前，敲了很久，门开了，迷彩站在门后，神情冷淡。你来做什么？方圆愣了一下，随即露出一个自以为温和的笑。迷彩姐，我没地方去了。他低下头，声音沙哑。学校那边出了点事。迷彩眉头一皱。什么事？方圆欲言又止，眼眶微红。有人举报我说我作风不正，影响不好，学校让我停课反省。他说的轻描淡写，却刻意避开了开除2个字。迷彩沉默了，他不是傻子，可这一刻他还是选择了不去深究。先进来吧。方圆心中一松，几乎要笑出来。他以为这就是命运终于偏向他的证明，可他不知道，真正的反噬从这一刻才刚刚开始。方圆住下来的第1周，一切都很顺利，迷彩依旧照顾他，给他做饭，让他安心养身体。只是他开始变得很忙，加班、开会、出差，回家越来越晚。方圆察觉到了不对，可他不敢问，他已经失去了一切，不能再失去迷彩。于是他开始更用力的表现，做饭、洗、收拾屋子，把可怜懂事无依无靠演到了极致。可迷彩看他的眼神却越来越淡，不再是愧疚，不再是怜惜，而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疲惫。那天夜里，方圆半夜起床喝水，却听见书房里有人在打电话，是迷彩，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却字字清晰。是我确认过了，举报信确实是他写的。方圆心脏猛地一缩。我没有怪他，是我该受的。对，如果不是我纵容，事情不会走到这一步。方圆站在黑暗里，浑身发冷。原来他什么都知道，他知道举报信是谁写的，也知道那不是恶意构陷，而是清算。第2天，方圆被人从床上叫醒，来的是学校的人，还有单位的纪检。他被要求配合调查。那一刻，他终于慌了。他以为只要有迷彩在，他就还有退路。可迷彩只是站在一旁，一句话都没有替他说。方圆被带走时，下意识回头看他，迷彩却避开了他的视线。那一瞬间，他终于明白，他从来不是选择，只是一个被顺手留下的负担。调查结果出来的很快，方圆被正式开除学籍，并且因为长期接受不正当资助被记录在案。他所有清贫无辜的外衣在文件里被一条条包下。原来他并非无依无靠，只是把钱都花在了不该花的地方。原来他的体弱多病大多是装出来的。原来他早就习惯用可怜换取别人的愧疚。消息传开后，整个圈子都炸了。那些曾同情他的人转头避之不及，那些曾被他暗中踩过的人开始冷眼旁观。方圆成了人人避开的存在。他最后
后一次去找迷彩是在一个雨夜，他站在门外，浑身湿透，像极了当年跳河那一幕。迷彩，你不能不要我。他说，声音破碎。我为你什么都没了。门内沉默很久，终于迷彩开口：方圆，你从来不是为我，你只是不甘心。门没有开，那一刻，方圆彻底崩溃。他终于意识到自己输的不是给我，而是输给了时间、因果和他自己那点不干净的心思。很多年后，有人偶尔提起方圆，只会说一句：那个曾经靠卖惨混日子的人啊！再无人记得他的名字，更没人记得他曾经妄图插足别人的人生，而我成了他一辈子连提都不敢提的禁忌。我是在西北的第3个冬天才听说方圆的事。那天刚下过雪，操场一片白，我裹着旧棉大衣从教学楼出来，同寝的人正围在一起闲聊。听说了吗？南边有个被开除的，闹得挺大的。我原本没在意，直到有人随口提了一句名字，好像叫方圆。我脚步顿了一下，又很快恢复如常，像是听到一个早就和自己无关的名词。他们聊得兴致勃勃，说举报，说调查，说学校直接下了处理决定。我没插话，也没追问。晚上回到宿舍，我才从抽屉最底层翻出那封早就写好却没有寄出第2封的信。我盯着信封看了很久，最终还是把它撕了。有些事到那一步已经够了。说实话，我并没有预想过举报信一定会成功，我只是不想再让那样的人继续用可怜换取别人的善意，更不想让我的前世再重演一次。写那封信的时候，我很平静，没有愤怒，没有歇斯底里，只是把我看到的、听到的、经历过的一条一条写清楚，像是在整理一份迟来的账单。后来结果如何，我并不关心，因为从我踏上这趟火车开始，他们的人生就已经不在我的世界里了。再后来，消息零零碎碎的传来，说方圆被正式开除，说他名声尽毁，说他四处求人。我听着心里没有一点波澜，甚至连解气都没有，因为真正放下的人不会再靠仇恨证明自己活着。我开始忙着上课，忙着兼职，忙着攒钱，忙着为自己的未来一步一步铺路。偶尔夜深人静，我也会想，如果没有前世，我会不会还是那个被一句他很可怜就骗走一生的人？想到这里，我会庆幸自己醒得够早。有一次，导师无意中问我，云墨，你做事怎么总这么稳？我愣了一下，随后笑了笑，稳吗？大概只是我已经见过人生最糟糕的走向，所以这一世我不敢再走错一步。至于迷彩，我没有再刻意打听过他，偶尔听人提起，说他调任，说他升职，我也只是点头。他的人生是他自己的因果，而我的已经重新开始。后来有一天，我在校外的小饭馆看到账本算到一半，忽然意识到，如果没有那封举报信，方圆或许还能苟延残喘几年。可那又如何？有些人不是你毁了他，是他自己早就站在悬崖边，你不过是松开了那根本就不该抓住的手。想到这里，我合上账本，起身离开。雪还在下，路很长，但这一次我走得很稳。我第一次再听到迷彩的名字，是在生意已经稳定下来的第3年。那天我刚从外地回来，在酒桌上陪客户，有人无意中提起，你们知道吗？南部那边有个女干部，最近提得挺快的。我正低头夹菜，没怎么在意，直到那人笑着补了一句，好像叫迷彩。我手里的筷子停了一瞬，很短，短到没人察觉。我抬头，神色如常，甚至还顺着话问了一句，哦，他负责哪块？那人愣了一下，没想到我会接话，随口道，后勤能力挺强，人也干净，一直没结婚。他说这话时，语气里带着点惋惜。我点了点头，挺好。真的只是挺好。那一刻，我没有心口发紧，也没有忽然想起过去，甚至连画面都没有，就像听到一个曾经同班却早就不联系的同学。后来散席，夜风很凉，我站在饭店门口，点了支烟，抽到一半才发现自己已经很久不抽了，烟味有点呛。我掐灭，丢进垃圾桶。那一瞬间，我忽然意识到，原来我是真的已经不需要用任何方式来确认他过得好不好。回家的路上，车窗外霓虹闪烁，我想起很久以前，他站在屋里问我在旧海报上写什么。那时候他不知道我在给自己标记离开的日子。现在想来，那是我这辈子做过最清醒的一件事。到家时，女儿已经睡了，妻子在客厅看书，抬头看我，今天回来得有点晚。我点头，走过去，自然地抱了抱他。这种自然不是刻意，不是弥补，而是我已经完全活在当下。他靠在我肩上，随口问，累吗？我笑了笑，不累。是真的不累。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没有迷彩，也没有方圆，只有一条很长的路，我一个人走，但并不孤独。醒来后，我甚至没想起那天酒桌上的名字，直到很久以后，整理旧资料，翻到西北大学的毕业照，我站在人群中，笑得很淡，却很稳。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有些人注定只能陪你走一小段，而有些选择一旦做对了，余生都会替你兜住风雨。至于迷彩，他过得好，我不会难过；他若有遗憾，那也是他的人生，而我早就不在那个故事里了。迷彩真正意识到自己失去我是在很多年以后，不是我结婚的时候，也不是听说我有了孩子的时候，而是在一次极其普通的工作调研里。那天迷彩去西北检查一个合作项目，车子在县城停下，同行的人说，前面那个企业就是我们这次要看的。迷彩下车，抬头，厂房不算新，却干净整齐，门口立着牌子，负责人云墨，那2个字像是忽然从空气里砸进迷彩的眼睛。迷彩愣在原地，身边的人还在说话，迷彩却一个字都没听进去。原来他已经走到这里了，不是他想象中离开后过的一般，而是稳稳的站在了另一个世界。参观途中，他一直很安静。有人问他，迷主任有什么建议吗？迷彩回过神，声音平稳，整体规划很好，
可只有迷彩自己知道，迷彩的手心一直在出汗。中途休息，迷彩一个人走到厂区后面，那里有一棵老槐树，树下堆着旧木箱。迷彩忽然想起，很多年前我搬家那天，也是背着一堆箱子。迷彩站在门口，以为只要自己不说退婚，我就一定会回来。可迷彩忘了，我不是走气了，我是走醒了。真正击垮迷彩的，不是牌子上的名字，而是迷彩在员工休息室里看到的一张照片。那是一张全家福，我站在中间，身边是妻子，怀里是个小女孩，3个人都笑得很自然，不是刻意幸福，而是那种被时间打磨过的安稳。迷彩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忽然意识到自己曾经也是站在那个位置上的人，只不过迷彩自己一步一步走开了。有人走过来跟他解释，这是我们老板很少拍照，这张还是去年孩子生日被员工硬拉着拍的。迷彩点了点头说挺好的，声音没有颤。可转身的那一刻，迷彩却忽然站不稳，迷彩扶住墙才没有失态。这一刻，迷彩终于明白，我不是被迷彩失去的，是被迷彩一次次选择别人，一次次犹豫，一次次自以为善良，亲手放走的。回程的车上，夕阳从窗外落进来，迷彩忽然想起很多年前我问过迷彩一句话，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走了，你会后悔吗？迷彩当时怎么回答的？迷彩说，你别想太多，现在想来那不是安抚，那是拒绝面对。晚上回到酒店，迷彩一个人坐在床边，打开手机，通讯录里那个名字早就不在了，可迷彩却第一次清清楚楚地意识到，不是删掉才算失去，而是当你终于想抓住，却发现我的人生已经不需要迷彩了。那一晚，迷彩没有哭，只是很久很久没有关灯，因为一旦黑下来，迷彩就会想起那个曾经站在他身后，把一辈子递到迷彩手里的人。迷彩没有接，于是这一刻，世界终于把答案还给了迷彩。迷彩第一次真正产生想重来一次的念头，是在迷彩56岁那年。那天迷彩一个人住院，只是个小手术，却没有任何人陪床，同事来过，下属来过，医生护士都很客气。可到了夜里，病房里只剩下机器规律的声响。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我生病的时候，迷彩也是这样，匆匆来看一眼，然后转身离开。那时迷彩觉得我会一直在，可现在迷彩才发现，原来人真的会在某一天忽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任何被等着的身份了。夜里，迷彩做了一个梦，梦里迷彩回到了很年轻的时候。那一天，书记的办公室里，我刚刚离开，迷彩冲进去，看到垃圾桶里那张被揉皱的结婚报告，迷彩弯腰把它捡起来。这一次，迷彩没有犹豫，迷彩追了出去，抓住了云墨的手。迷彩说，这一次我选你。我回头看着他，眼神却很陌生。我说，你选得太晚了。下一秒，画面崩塌，迷彩猛地惊醒，心跳得很快，却发现病房依旧，天还没亮，没有重生，没有回到过去，只有一具正在老去的身体。迷彩怔怔地盯着天花板，忽然明白，原来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重来。后来，迷彩开始频繁做梦，梦到不同的版本，梦到他没有收留方圆，梦到他在我走前追上那趟火车，梦到迷彩没有一次次用可怜别人来逃避自己的选择，可每一次梦都会在同一个地方断掉，断在我已经不回头的那一刻。有一天，迷彩忍不住问医生，人有没有可能真的再来一次？医生笑了笑，如果有，那得是老天格外偏爱的人吧。迷彩没有再说话，迷彩知道老天从来没有偏爱过迷彩。迷彩这一生看似顺风顺水，却从来没有为任何一个人真正孤注一掷过。而命运最公平的地方就在这里，你不敢选，他就不会给你第二次。再后来，迷彩整理旧物，翻出一封没有寄出的信，那是很多年前他写给云墨的，信纸已经发黄，内容却还清晰。如果有一天你愿意原谅我，我会把以后都给你。迷彩看完，轻轻把信折好，然后丢进了垃圾桶。这一刻，迷彩终于承认，不是没有机会，而是机会来临时，他从未真正伸手去接。临近退休那年，迷彩站在窗前，看着远处的落日，忽然明白，有些人生来就只是故事里的旁观者。你以为你站在主线，可当结局揭晓，你才发现你连重来一次的资格都没有，因为你的人生从来没有认真选择过一次。风吹进来，窗帘轻轻晃动，迷彩站在那里很久，终于接受这一生，他只能把如果当初带进坟墓，而我已经在另一个世界完成了我该有的那一生。我真正意识到自己重生成功不是在改变命运的那一刻，而是在很多年以后，我忽然发现这个世界已经完全不需要再修正任何一个节点。我的人生没有出现奇迹般的跃迁，没有一夜暴富，没有权力巅峰，只是每一步都踩在我本该踩的位置上。我知道哪些人只能走一段，也知道哪些选择必须当场给出答案。于是命运第一次失去了反复试探我的机会。这个世界里，方圆仍然遇见了困难，仍然想被拯救，可我没有再伸手，不是因为冷漠，而是他终于明白，不是所有求救都应该被回应。方圆地人生依旧坎坷，但那是他自己的因果，世界没有因为他的痛苦发生任何偏转。迷彩依旧聪明，依旧优秀，依旧站在体制与道德的高地，但他这一生没有再得到被等待的特权。我的离开不是惩罚，只是世界不再为他保留一个人，他依旧顺利，却再也无法触及真正的亲密。命运在他身上选择了完整但空白，而我取了一个与命运无关的人，没有背负任何象征意义，没有牺牲，也没有救赎，只是一个在我清醒之后依然愿意和我并肩生活的人。我们没有轰轰烈烈的故事，但每一个清晨都有确定的回应。这一次，我没有把未来交给任何人的选择。我们有了孩子，孩子出生那天，我抱着他，忽然明白，重生的真正意义不是改变过去，而是终止传递。我没有把痛苦再交给下一代，也没有把执念包装成深情。这个世界从他这里开始变得干净。如果从上帝视角俯瞰，你会发现，世界并没有因为云墨的重生变得更戏剧，反而更平静。因为真正被修正的不是事件，而是那个曾经用牺牲自己换取存在感的人。在这个闭环里，没有人为我鼓掌，也没有人为迷彩落泪，所有人都得到了他们配得上的结局。没有偏爱，没有怜悯。很多年后，我站在窗前，看着暮色降临，我忽然想起，如果当年我没有被允许重来，那这一切也许依旧会发生，但我不会站在这里清醒的活着。命运不是选择
择了我，而是我终于选择了自己。于是时间关闭了回溯，世界完成闭环，故事到此为止。有些人被允许重生，不是因为他们值得被爱，而是因为他们终于学会不再用自己填补别人的人生。我57岁那年，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再想起如果当初不是刻意不想，而是那个念头已经失去了进入我生活的入口，就像一条早就封死的岔路。那一年，我的女儿上大学，临走前，她忽然问了一句：爸，你年轻的时候有没有特别后悔的事？我想了很久，久到女儿以为这个问题太冒犯，她才笑了笑，说了一句：有过，但后来我没有再选他。女儿点点头，似懂非懂，却把这句话记得很牢。很多年后，她才明白，那不是一句关于遗憾的回答，而是一种人生态度的交接。世界的另一端，尼采退休了，他的告别会办得体面而克制，领导致辞，同事送花，流程无一缺失。只是结束后，他一个人走得很慢，没有人需要再追上他。他回到空房子，第一次没有打开电视，而是坐在沙发上听窗外的风。这一刻，他忽然明白，他这一生从来没有真正被命运苛待，只是命运给他的所有选择，他都选了最安全也最孤独的那条。他想起我，不是以错过的人，而是以那个曾经把全部未来放在他面前，而他却没有接的人。这一认知没有痛感，只有一种终于承认的迟到清醒。方圆后来换过很多城市，也谈过几段关系，每一段都以对方不够好结束。他始终没明白，真正的问题不是别人配不上他，而是他早就习惯把责任递给愿意承担的人，而那个最后一次替他承担一切的人，已经不在他的人生半径里了。世界没有因为任何人的遗憾停下来，项目照样推进，孩子照样长大，新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而我成了那个不再需要被讲述的人。70岁那年，我和妻子在海边住了一段时间，有一天他们并排坐着看潮水涨落，妻子忽然问：如果你的人生能再来一次，你会选得更好吗？我想了想，摇头，不会，因为这一次已经没有必须修改的地方了。妻子笑了，没有再问。她知道这不是自信，而是命运已经停止追问她。很多年后，我离世，过程平静，没有遗言。他的墓志铭只有一句话：他活过，并且清醒。而在另一个城市，某个黄昏，尼采在新闻里看到一则不起眼的讣告，他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却没有流泪。他只是轻轻地对自己说了一句：原来这就是真正的结局。这个世界没有赢家，也没有被诅咒的人，只有3种结局：有人学会选择，有人始终回避，有人被留在因果里。而命运只对第一种人开放重来的权限。